如果我们单看售价199块，似乎只是低端市场的一员，但拆开来看啊，就不是那种粗糙货。这是一台懂电源的人做出来的便宜电源，而不是一台只想卖便宜的电源。各位们大家好啊，这个就是你们想看的，我就已经安排了。产品拍摄的有点多，所以说这个视频来的有点晚，请大家见谅一下。一晨宇玄武550，这个是 V4 版本。咱们前一个视频出来以后，很多的朋友都在评论区里面呼吁的，就是让我评测这个玄武的电源，我就安排了啊，这是你们想看的。这个电源为什么这么火，我也不知道，咱们测了拆了就知道了。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拆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我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。全黑色的包装，我们先把膜撕掉。一晨宇的 logo， 玄武550的标识，80 Plus 铜牌认证，英特尔动态负载 ATX 3.0 标准，写的是零噪音，台系的质保电容，多重保护。大家记住这些点，我们后面拆解的时候会逐渐的分析。背面规格信息，这些特点我们要讲一下，后面测试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。我手上这个是 V4.3 版本，质保是5年包换，这上面写了。然后这是规格信息。3.3 伏15安，5伏15安，总功率100瓦，12伏的情况下总功率是600瓦。然后这都是内部配置信息，主动 PFC 双管正极的电源架构。然后这里是铜牌认证 88.5 的效率，我们都要进行测试，写的是全台系的电容啊，待会儿拆了就知道了。然后这是风扇，写的是台系 FDB 12厘米的风扇，这是制造工厂博罗县旭荣电子一晨宇自有的工厂。打开包装，看看内部的配件。这个是赠送的绑扎带，电源合格证1张，2个泡棉。这个电源一看就是一个标准尺寸的，这里有玄武550的标识，铜牌认证的标识。这个规格跟盒子上面的规格写的是一样的，也是磨砂的一种喷漆。这样敲起来感觉有点薄。这里有一个启停开关，三角品质插座，电源开关，风扇本体。线材是采用的压纹线，柔软度的话还可以吧。我们来看这个电源的尺寸。这边的宽度为140毫米，这一面的宽度150毫米，电源的厚度为85毫米，电源整体的重量是1514克。外观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，我们就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。这个玄武的550 V4 版本，既然支持80 Plus 的铜牌标准，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的转换效率。这个80 Plus 规定的效率标准，我做成一张图表，有需要的可以保存的看一下。这个3C 认证的信息我也放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需要的也可以截图保存一下。还是那句话啊，我的负载仪最高只能拉到300多瓦，也就是刚好可以拉到它的 20% 和 50% 的负载效率。还有就是这个电源它仅支持200至240伏的电压输入，我们按照标准，我把功率计设成230伏50赫兹，我打开电源，浪涌功耗有85瓦左右。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，这个电源它的230伏的待机功耗为 2.7 瓦。首先我们测试 20% 的负载，也就是120瓦功率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转换效率。现在这个负载的情况，大家看一下小窗口，3个窗口加起来总共大约就是120瓦的样子。220伏交流输出的功率是 140.6 瓦。在这个数值下，我们算出它的转换效率大约就是 85%啊。刚好符合80 Plus 铜牌认证 20% 负载下85的标准。现在是3个电压档位，综合负载在300瓦左右，也就是 50% 的负载的情况下，我们看一下小窗口，3个电压加起来大约就是302瓦左右。230伏实际输出是 354.5 瓦，这样算下来，它的转换效率只有 85% 多一点点，还达不到 88% 的要求啊。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是我实际测试出来的结果，供大家参考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单纯12伏输出 20% 负载和 50% 负载的转换效率会不会不一样。现在是单路12伏输出120瓦的功率，230伏输出139瓦，这边直流是119瓦，我们换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为 86%， 这个效率符合80 Plus 20% 负载的标准。这个时候的功率因数是 0.88， 现在是单路12伏输出300瓦的功率，230伏电压输出345瓦，这样换算下来，它的转换效率也只有 87%， 88% 的标准没有达到啊。
50%负载下，它的功率因数是 0.95 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电源的文波输出的情况。测试文波，我们交流电就直接是接的市电啊，没有经过我们的功率计，因为功率计里面有大型的滤波电路，对文波测试结果是有影响的。我们用市电比较结合实际一点。我们首先看 3.3 伏10安的电流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的它的文波是多少。示波器的分辨率我调成500微秒延时分辨率，这个时候测试到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4.5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50.1 毫伏左右，很稳啊，没有大幅的波动。我再把分辨率调整到10微秒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形就看得很清楚了。这个时候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3.9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47毫伏左右。然后我们再来测试5伏也是10安的电流输出啊，还是把示波器的延时分辨率调整为500微秒。这个时候它的文波大家看一下，最高的时候是 30.8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28.9 毫伏左右，文波一样的还是很稳。再把延时分辨率调整到10微秒，这个时候的文波为 29.1 毫伏，平均文波28毫伏左右。我们再来看12伏电压，这个时候是10安的电流120瓦，示波器的延时分辨率我调整为500微秒，这个时候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1.2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49.9 毫伏左右。继续把延时分辨率调整为10微秒，这个时候文波49毫伏，平均文波47毫伏左右。我们再来看12伏30安的电流，也就是360瓦，实际功率是350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12伏的档位的文波是什么样的情况？示波器的延时分辨率还是从500微秒开始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35.4 毫伏，平均文波34毫伏左右。再次把示波器的延时分辨率调整为10微秒，这个时候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1.5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30毫伏左右，波形很稳，无惧对我们设备的伤害。这个玄武550 V4 前面的测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这个测试的结果文波表现非常的极品，但是这个转换效率的话没有达到80 Plus 铜牌的标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电源全部拆开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内部的做工、用料和电路的情况。首先卸掉壳体上面所有的螺丝，风扇是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上面，我们把它拔掉。这个壳体旁边是做过卷边的，这一面是没有经过卷边的。这个壳体镀锌板的厚度为 0.5， 这一边的厚度也是一样的 0.5。黄颜色的地线直接连接在壳体上面，所有的排插上面都打了胶的，直接拔就拔不下来。这个是启停开关的排插。卸掉主板上面固定螺丝，一块的透明塑料做绝缘处理。电源的底部壳体，电源拆解有触电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我们先把这个主电容放一下电，这个打一下的话有点酸爽啊。这些输出线缆底部都有热缩管套住进行保护。电源内部的输出线缆我全部都拆下来了，这是直流输出线缆，拆的时候有一个扣件直接就掉了啊。然后这是交流输入线缆，然后这是交流输入线缆，上面套有一个屏蔽齿环，直接把线缆剪断，拨开其中的一根。这个线材我拆了2根，确实是用的铜丝的线材，没有网上面说的用的铜包铝的线啊。然后这是主板部分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我把它全部打散，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架构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这款玄武550 V4 版本采用的是一套相对完整的 PFC 升压加双管正极的电源，再加同步整流输出的架构。从整机的电路来看，它并不是一个拼命压成本的入门电源。用料虽然没有浮夸堆料，但也挑不出明显的短板。那它内部到底用到了哪些器件？核心芯片是什么来头？别急，我接下来一步步给各位老铁们讲清楚。
这台电源使用了东莞杰威电子出品的 X2 类安规电容，一共用了4颗，分别为插座上面 0.68 微法1颗，黄颜色的 0.22 微法1颗，灰色和红色1微法各1颗。4个电容的耐压值全是275伏。插座上面还搭配2颗 Y 电容，分别接离火线对地，用于抑制供膜干扰。这个 Y 电容厂家未知。8安250伏的陶瓷管状保险丝和 NTC 热敏电阻，这2个厂家都是未知。配合深圳原泽电子的继电器短接 NTC， 用于抑制电源冷启动浪涌电流。原泽电子产品的稳定性还可靠性还是可以的。2级供膜电感采用了扁平铜带扰制的工艺，这种工艺比普通线穿扰制更能有效地抑制 EMI 干扰，且散热更佳。这类工艺通常出现在中高端电源产品中。整流桥型号为 GBU1006 10安600伏规格，厂家没有查到。这个电源的主控芯片用的是一颗老牌2合1控制器，型号为 CM6800UX， 由台湾宏观电子出品。这个芯片集成了 PFC 控制和 PWM 控制功能，既控制升压电路，也控制主开关管，是终端双管正极结构的核心成员。PFC 升压 MOS 选用了台湾复兴半导体的 FXN20N50F， 耐压500伏，电流20安，和主开关管统一料号，降低成本，也方便维护。PFC 输出整流部分使用了一颗思印 086F 的2极管，具体厂商也是没有查到。这个电源的 PFC 电感为一体成型封装，体积较大，整体做工不马虎。母线滤波电容是用了2颗台湾智宝电子出品的220微法、耐压400伏的电解电容，容量的话中规中矩，但是品牌靠谱，智宝为台系高品质电容品牌之一。这2颗双管正极的 MOS 管驱动的话，全是靠的这一颗小的变压器，这是属于一种压缩成本的一个方案。双管正极主开关管2颗，同样是使用了台湾复兴半导体的 FXN20N50F， 组成双管正极架构，搭配135主变压器，初级引脚4个，次级引脚7个，其中初级引脚这2组为辅助绕组，用于驱动同步整流。同步整流部分由3颗苏州东威半导体出品的 SFS06R03P 组成，这边2颗，背面还有1颗，2颗整流，1颗续流，全是低类组的 NMOS， 效率表现主要靠这几颗 MOS 撑起来的。12伏主路配备1颗大尺寸的输出电感，这种电感的滤波效果还是很彻底的。5伏和 3.3 伏通过主变压器次级绕组独立输出，串联2颗电感进行储能，再使用2颗广东人贸电子的 MBR3060A 2颗肖特基2极管进行整流，再配上2颗大一点的电感进行输出滤波。滤波电容方面，12伏输出使用了2颗台湾智宝的2200微法16伏的电解电容，外加上2颗未知品牌的1500微法的固态电容，4颗电容总容量7400微法。旁边这里还有1颗大型的续流电感，5伏和 3.3 伏每路各用1颗电感，再搭配4颗智宝的1000微法 6.3 伏的电解电容，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，总容量4000微法。这种滤波也可以说是堆料式滤波吧，所以这个电源的输出文波控制得非常不错。辅助电源部分使用了无锡新鹏威的 PN8141 芯片，这是一颗内置 MOS 管的 QR 反击控制器芯片，搭配1颗辅助变压器，再配上1颗标准 SS54B 肖特基贴片式2极管进行整流，输出5伏的待机电压。辅助电源滤波部分，1颗47微法50伏的芯片供电续流电容，加上2颗输出电容1500微法和1000微法，耐压都是 6.3 伏。这几个电容都是台湾智宝的产品。这个电源的保护芯片为台湾绿达科技出品的 GR8323F， 这是一颗集成过压过流短路保护的模拟芯片，稳定可靠，广泛出现在终端电源产品中。这里有1颗光电耦合器，电源主控脚板的旁边还有2颗光电耦合器，都是来自台湾浙光光电出品，用于初次级隔离及电流反馈信号传输。负责安全隔离的1颗蓝色安规 Y 电容，容量是2200匹法，厂家未知。风扇控制电路使用了1颗智宝的10微法50伏的电解电容，用于续流、滤波、稳压。风扇的调速控制方案使用的是杭州百龙电子的 LM393 比较器芯片，
加上一颗台湾远帆科技的 FP130电流检测芯片，实现基于温度和负载变化的线性调整。电源的风扇确实是采用的台系的产品，为台湾越能电子出品的散热风扇。官网查到这一个风扇的最高转速2000，噪音的话是32 dB。如果我们单看售价199块，似乎只是低端市场的一员，但拆开来看啊，就不是那种粗糙货。看我来点评一下，大家看我说的对不对？首先，它不是反机，也不是半桥，而是正儿八经的 PFC 升压加双管正机的主电路，再加同步整流输出的架构，这已经把它从杂牌电源那一类完全划出去，归进了结构清晰、逻辑完整的主流终端设计体系。主控芯片用的是台湾宏观电子2合1方案，简化了整个控制系统，却没有牺牲稳定性。你说它省钱吗？确实是省了外置 PFC 和 PW 芯片的布料，但是它的逻辑闭环没有断。再看它的功率器件，台湾复兴的 MOS 管，苏州东威的同步整流 MOS 管，台湾智宝的全部电解电容，还夹杂着未知品牌的固态电容。这些不是拼价格，而是挑性价比靠谱的正规厂供货，说明这电源的开发团队懂得在关键位置不能穷。虽然他不是堆料型选手，但在 PFC 主控、电感、整流、电容的环节都没有严重的短板，也没有低级设计错误。你要说它廉价，那只能说它是做工规矩，但调教保守。一句话总结，这是一台懂电源的人做出来的便宜电源，而不是一台只想卖便宜的电源。这款玄武550 V4，我们从结构到用料猜得很透，测试数据也摆在这儿。最后还是来总结一下，在电路架构上，它的确用了完整的终端方案，2合1主控、PFC 升压、双管正机、同步整流、全滤波段电感、电容一个不落。用料虽然谈不上豪华，但也不寒酸，特别是东威的 MOS、智宝的电容、lyda的保护芯片，放在200元以下，这都是靠谱货。实际测试方面，文波表现非常出色，3路输出都稳定在50毫伏甚至以内，属于能打的水准，但转换效率就略显保守了。我在230伏输入下，20%、50%负载效率都是在85%到87%，无论是3路还是单路输出都没有达到铜牌的标准啊，这说明它并不是虚标铜牌，而是压根儿没有想去追求能效认证，更偏向用料务实、成本控制得当的实用派电源。所以，如果你追求一款长期稳定、文波低、用料靠谱的平价电源，它可以考虑。但如果你对效率敏感、电费预算精打细算，或者是想装着在全天候满载运行的工作站里面，那你最好另寻高效认证的真正的铜牌产品吧。稳定，它是真的稳；铜牌，它不同。想省电，别选它；想省钱，它真的可以。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